Hello， 大家好，我是 Karen。这个视频主要是想讲一下我们这次是怎么把3只猫成功的从中国搬到美国的。我和我先生一共有3只猫。我知道搬家对大部分人来说都是压力挺大的一件事情，更不用说如果你有宠物，而且你是从一个国家搬到另外一个国家的话，我肯定不是唯一会焦虑的人。所以我想通过这个视频分享一下我的经历，还有我的一些经验。那如果你也有宠物，你可能以后会面临一个很大的搬家的话，我希望这个视频对你有帮助。那我先来介绍一下我们的搬家计划。在去年7月份的时候，我先生因为工作原因要先回到美国，那个时候我们就让他先带着1只猫 Butters 到了美国，那我就继续留在中国等我的签证。那个时候我在中国还有2只猫，等我的签证到手了以后，我先生又从美国飞回中国，和我一起把剩下的2只猫搬到了中国，所以动作还是挺大的。我们是分了2趟把整个家庭搬到美国的。如果你有宠物，你的方法是坐飞机把宠物从一个国家运输到另一个国家的话，通常来说有2种方法。第一种就是把它们当行李一样托运，当然它们不是和你普通行李放在一起，而是有专门的宠物托运的有氧舱。这个我觉得如果你的航线比较短，是直飞的那种很简单的行程，我觉得是可以考虑托运的，因为托运更简单，费用也更低。当然一些特别品种的猫狗是不允许托运的，通常是短鼻类的，比如加菲猫、法斗、八哥这样的品种，因为它们可能会有一些呼吸困难，防止意外发生是不允许托运的。第二种方法就是带着你的宠物进客舱，也就是和你一起坐飞机，你会把它们放在你的脚下，前面座位的下面。这种方法会更麻烦一些，费用也更高，当然好处就是更放心，因为你的宠物是和你在一起的嘛。那我们选择的是第2种方法，考虑到我们的行程时间很长，而且很复杂，我们不放心把猫送去托运30几个小时都见不到面。考虑到这个原因，我们是选择带着它们进客舱和我们一起坐飞机的。那费用以大韩航空为例是$300一只，我们这次搬2只猫，所以一共是$600。无论你是要托运还是带宠物上客舱，都要考虑你要坐哪个航空公司，因为不是所有的航空公司都允许你带宠物进客舱的。以中国飞美国为例，我了解到允许的航司有大韩航空和达美航空，而且通常是每个乘客只能带1只宠物进客舱。所以如果你的宠物比较多，比如你只有1个人，但是你有2只狗，那你可以考虑找一个坐同一航班的朋友跟你一起带，或者你可以考虑带1只狗进客舱，另外1只狗托运。那第3种方法就是找宠物运输公司帮你托运，或者找人带进客舱。所以就相当于这个公司帮你找一个陌生人，他也是比如从深圳要飞到达拉斯，那他帮你带着你的狗和他一起坐飞机，再到目的地你去和他碰面，接到你的狗这样子。那这种方法当然是费用最贵的，因为我们的猫数量比较多，所以当时我也有了解这个方法。我了解到的是1只猫是2万人民币。那这个就是如果你要坐飞机搬家的话，几种运输宠物的方法吧。那我们这次的行程是从中国深圳到美国的休斯顿。这里我要吐槽一下，这2个目的地之间真的没有好的航线，不用说直飞了，连转机1次的航班都没有，而且我们只能坐大韩或者达美航空的航班，所以我们这次的行程是深圳飞首尔，首尔飞 LA， 然后 LA 到达拉斯，再从达拉斯开车到休斯顿的公寓，所以整个行程大概是35个小时左右。坐飞机的行程大概是30个小时左右，中间转机了2次，安检了3次，累得筋疲力尽。带猫搬家让我这么焦虑，是因为我有1只猫，它的胆子非常小，如果它紧张或者害怕的话，它会上蹿下跳，很难控制。之前我们从深圳的一个公寓搬到另外一个公寓，我先生试着抓它的时候就被挠得哗啦啦的流血，还去打了狂犬疫苗，所以这个是让我最担心的。那为什么我的这只猫这么胆小呢？是因为我们是在它1岁半的时候才领养回家的，在此之前它都是流浪猫，而且它天生的性格就很胆小。
我花了2年的时间才慢慢的跟它培养感情到可以摸它，甚至偶尔可以给它剪一下指甲。但是喂药我是没有成功过，我不敢用喂药器，我也不敢直接用手喂药，更不用说抱了。抱我可能最多只能抱1秒，也因为他这样胆小的性格，再找领养是非常非常难的。所以经过很久的考虑，我觉得无论如何都是要带着他的。所以也因为他这样胆小的性格，我当时在脑海里就脑补了很多不好的画面。最担心的一个就是在机场安检的时候，把他从猫包里拿出来，他会就此逃走。第二个我想到最可怕的场景就是他不受我们控制，把我们抓得头破血流。在机场你又没有医院，对吧？非常非常的麻烦。然后第3个很可怕的场景就是他因为太紧张了，在猫包里便便了，也是非常非常难处理的。所以这次搬家真的是让我几个晚上都睡不好觉。那好在最终是基本上一切顺利，所以这也是我想今天做这个视频的原因之一吧。那我会来分享一下行前我们做了哪些准备，让我们这次搬家更顺利，还有旅行途中发生了什么，还有我们总结的一些经验。行前准备的第一个就是一定要养成按时喂饭的习惯。我知道很多人工作没有时间，会就是早上放一大碗粮，然后让他们一天随便吃自助餐那种，我觉得很多人也是迫不得已的。那如果你有时间，我建议是每天在固定的时间给他们喂饭，因为这样的好处是不仅你可以控制他们吃多少，控制他们的体重，而且更好喂药。就拿我那个胆子非常小的猫来说，我喂它吃药的办法就是把药混在粮里，再加上它非常的谨慎。如果它不是很饿的话，它闻到这个粮食有一个不同的味道，它是不会吃的。那出门旅行之前，为了减少它的应激，我都会给它吃加巴喷丁，这个药是有点苦的。我的方法就是因为我有按时喂它们吃饭的习惯，在旅行的前一天晚上，晚饭我是没有给它们吃的，让它们饿了一晚上以后，第2天早上我再把这个药混进粮里，混到一个非常好吃的罐头里，那它们因为很饿了，也就狼吞虎咽的吃掉了。所以这个是我的第一个建议，一定要按时喂他们吃饭。第2个建议就是提前开始准备一些毯子、你不穿的衣服、他们的玩具等等，摆在家里的各个角落，来沾染上他们的气味，让他们腌制入味，把它们放在猫喜欢趴的地方。那这样做的一个好处就是，比如说毯子，如果有他们熟悉的气味，你在搬家的时候可以把毯子包在猫包的外面，这样会让他们更有安全感。Hello, Miss Chitterby. There she is. Chitterby's going to America. 那你在新家以后，也可以把这些沾上气味的东西摆在新家的某个地方，让它们能够更快的适应新环境。因为如果猫很紧张的话，它可能就会开始乱拉乱尿，不用猫砂盆，或者是生病等等等等。所以这个是我的第2个建议，我提前就把我不穿的一些衣服，还有他们常用的小毛毯啊，就摆在他们的玩具上面，或者摆在沙发上面，让他们平时就可以坐在上面腌制入味。第3个建议就是在旅行前1个月就开始把他们的东西都集中在一个单独的房间里，因为搬家不免你是要打包东西的，可能会有人来，乒乒乓乓，声音很大。在这样压力大的环境下，猫可能就会非常紧张。如果你能提前把它们慢慢的隔离到一个房间，你在搬家的时候，你可以把这个房间关上，这样让他们处在一个他们熟悉的安全的环境里，你在外面就可以更自由的搬家。这个方面我有一个惨痛的教训，就是之前我们在搬家的时候并没有这样做，然后我们就开始买纸箱，打包行李，纸箱在家里放的到处都是，然后我们还放了一些纸箱在他们的猫砂盆旁边，导致 Butters 压力很大，他就开始不用猫砂盆，在我们的床垫上尿了尿，被子上，在地上，就是已经无法控制了。所以在搬家的前一天晚上，他在床垫和被子都尿了尿，我们都没有办法睡觉。这个是我的第3个建议，让他们能够有一个单独的小一点的空间。还有第4个就是提前把你的猫包拿出来，让他们适应在里面休息。
在里面吃饭。我是提前可能3-4个月就把猫包摆出来，在里面铺上毯子，非常舒服。每次吃饭我都是让他们在猫包里面吃的，猫包对他们来说就是一个窝，是他们感觉非常安全的地方。那到时候在搬家，你拎着他们在猫包里也不会觉得太紧张，因为都是他们熟悉的气味。这个是我的第4个建议。第5个就是行前体检，这个当然是可做可不做。我比较担心这一次长途旅行我们家猫的身体状况，同时呢，因为要开一些证明，我需要给他们打狂犬疫苗，趁着这个机会带他们去兽医那里做了个体检。而且还有个原因是我听说美国的兽医非常贵，所以我就提前在中国做了一下体检。第6个就是打狂犬疫苗，开好狂犬疫苗本。当然每个国家对于宠物入境都是有不同的要求的，这个大家要自己去看仔细。如果实在不确定，可以打当地的海关、机场或者是当地的卫生检疫局来问清楚他们的要求是什么。以美国为例，如果要带猫入境加州，他们是不硬性要求健康检疫证书或者是狂犬疫苗本的，但是如果你要带猫进德州，他们就是需要狂犬疫苗本的。而且狂犬疫苗的要求是你在入境的时候，这个疫苗打了至少1个月以上。那比如我是12月1号到美国，我需要在11月1号以前就打完这个狂犬疫苗。第7个就是提前预定宠物客舱的位置啦。之前我也提过，不是每个航班都允许带宠物上客舱的，而且每个航班通常都有数量的限制。我了解到的是，一般每个航班只能有4只宠物带上客舱，特别是在寒暑假高峰期这种位置很紧张，就需要提前去打电话预定。预定的方法是先打给航空公司问清楚你要坐的这个航班有没有宠物客舱的位置，如果他们跟你确认有，你再来订你的机票。订好机票以后，再给他们打电话说你要添加一个宠物客舱的位置一定要跟他们反复确认。添加好了，他们会给你发一个确认的邮件，或者是跟你口头确认也可以，这样子才算预定完成。那宠物的费用是你在去机场值机的时候才交的。那最后一步就是准备好带宠物出国的文件。在中国，如果你要带宠物出境的话，需要动物卫生检疫证书，可能名字每个省都不一样。深圳为例，我是在出发前1个星期去办理的。这个文件你在带你的猫离开深圳的时候，他们会查看。在美国，他们是不看这个证书的，他们只会看狂犬疫苗本。那这些就是行前的准备啦。第2部分我想来介绍一下我们这次旅行的经历。我在网上也做了很多功课，很多人的建议是出发前给他们断水断粮6个小时，就是防止他们在旅行过程中尿尿啦，或者是便便啦。那我是给他们我觉得我是给他们断了6个小时的粮，但是没怎么断水。我觉得不用太担心猫会饿或者渴这样的情况，因为你在旅行的时候是会随身带着猫条或者是他们的猫粮的。如果饿了可以给他们吃。我们家的猫即使是断食了，还是在猫包里尿了很多很多尿。坐飞机的时候，我们当然带了一些非常有用的物品，觉得也都用上了。最重要的就是文件，然后是加巴喷丁，这个对我们家猫是挺有效的，可以镇静，让它们嗜睡，软趴趴的，比较好控制，也不那么紧张，所以我一定会带几粒加巴喷丁。然后就是湿纸巾、塑料袋，也是当垃圾袋来使用。尿垫，在猫包里就提前铺好尿垫，再带几张备用的。便携的水碗，这个没有用上，因为它们并没有喝水。猫条，他们吃了好多根猫条。我还带了一小把猫粮，我怕他们不爱吃猫条。我还带了2个罐头。接下来就是针管，用来喂水喝。如果你的猫太紧张了，完全不喝水，你比较担心，可以用针管来喂水喝。那这个我也是没有用上的。毯子非常非常非常重要，我之前也提了，把毯子包在猫包的外面。你想象一下，猫突然被装进了一个袋子里，然后被带到了一个很嘈杂的机场，到处都是各种各样的声音和新的气味，还有人把你从这里拎到那里，对他们来说应该是非常让人焦虑的一件事情。所以如果你能有一个毯子把它们包住，那这样子他们就不会太紧张。耳塞，这个是给我自己用的，
因为它们一定会喵喵叫。那如果你坐10几个小时的飞机，你受不了了，可以戴上耳塞。我还带了一个便携猫砂盆，这个是用上了，当然还要带一小袋猫砂。我是带的他们已经用过的猫砂，这些猫砂已经充分的腌制入味了，所以他们在用的时候也不会那么紧张。那这些就是携带的物品。在出发当天，你去机场之前的2个小时就喂它们吃加巴喷丁，这个是镇静的药物。加巴喷丁喂的剂量是24小时之内不超过2次。如果你的猫非常胆小，你可以给它们喂平时吃的1.5倍，所以说白了就是可以多喂一点。给它们喂完药以后，2个小时后你就要把它们抓进或者骗进猫包了。那对于我们家那只很胆小的猫，我就是通过骗的方式让它进去的。把拉链拉上的那一秒，它们就开始嚎，好像天都要塌了一样。那个嚎啊，我的天呐 Drama Queen， 妥妥的 Drama Queen。 骗进猫包就可以出发去机场啦。到了机场以后，首先就是值机，托运你的行李，然后去办理宠物的这些事项，缴纳宠物的费用等等。这些办完了以后，你就要去出境加安检啦。深圳机场出境还是很顺利的，而且大韩航空的工作人员非常热心，帮我们处理了所有的事情，还带我们去了出境的那个地方。在海关那里，他们并没有要求我们把猫拿出来，只是大概看了一下。出境以后就是安检。安检是我最担心的一个环节，因为我听说是要把猫拿出来，再让那个猫包单独过安检仪器的。但是我也说过了，黄宝非常胆小，我把它拿出来，它可能就会逃走了。所以在咨询了兽医以后，我们的考虑是直接让他们猫包里过那个安检的仪器。知道可能很多人会担心说有辐射呀，对猫的身体健康不好，但是这个可能是他们此生唯一的一次搬家，也是唯一的一次经历过安检仪器。我也问了兽医，是没有问题的，对他们健康也不会有影响。所以我当时想的就是，如果安检人员允许我这样做，我就会把他们连猫包一起送进安检仪，绝对不会让他们出来的。对，所以在深圳安检的时候，我是成功的这样做了，他们也没有要求我把猫拿出来，所以这个算是顺利。那安检完了以后，就找到你的登机口，就可以登机啦。从深圳飞到了首尔，在首尔转机的过程中也是非常顺利。首尔的安检人员也是同意我们直接让猫过仪器。当然，首先他们是要我们把猫拿出来，我们解释说不可以，他们的胆子非常小，那他们就让我们直接把猫包送进了安检仪。而且在首尔转机的过程中，他们没有查看任何和猫相关的文件。其实拎着2只猫就像是拎着2个随身会喵喵叫的行李一样，并不会有任何多余的问题或者多余的环节。We're in Seoul. There's the kissing bees. Shutter's moving. We're at the gate. 到了首尔，过了第2次安检以后，我们就登上了飞往洛杉矶的飞机。这个也是整个旅途中最长的一个航班，一共是11个小时。大韩航空的饭还可以，但是位置经济舱非常的狭窄，特别是在你的脚前面还放了2个猫包以后呢，根本就没有任何伸腿的空间，所以我们就这样挺过了11个小时，腰酸背痛的下了飞机，到达了洛杉矶机场。终于到了美国。到了洛杉矶以后，就开始入境。入境的时候并没有问猫的任何问题，也没有查看文件。入境以后就去安检。洛杉矶的安检是整个3个安检中我最不满意的一个。TSA 的安检非常麻烦，你要脱鞋、脱皮带、脱外套，步骤非常繁琐。其次，他们不允许我们直接把猫送进安检仪器，所以在美国带宠物安检的方法是，我们先安检了自己的物品，然后他们再把你带到单独的小房间，把猫拿出来，他们再把猫包单独的送进安检仪去检查。等他们回来以后，你把猫装进去。所以最终我们也是免不了要把黄宝拿出猫包的这个命运哈。我们俩也是非常紧张，戴好了手套拿好了毯子，做好了战斗的准备。但是非常令我们意外的是，我觉得可能是因为黄宝太紧张了，他并没有上蹿下跳，他就僵住了，所以我们就成功的把它固定在那里，也没有造成任何的人员受伤。
反而是 Cheddar Bear， 它在猫包里尿了很多尿，所以当我把它拿出来的时候，我都不好意思给那个安检人员他的猫包，因为非常臭。所以这个就是最后一次安检，也算是顺利度过了。接着我们就登上了从 LA 飞往达拉斯的飞机。这个航班虽然只有3-4个小时，但是我们真的感觉无比漫长。可能是因为我们已经旅行了20多个小时，已经精疲力尽了。所以到了达拉斯机场，终于落地，我们去取了行李，坐上了我们的车，开始了漫长的5个小时的车程，一直到了我们休斯顿的公寓。Look at this rain. Can you imagine if we... 到车上，我们就终于可以把猫放出来了。当然，黄宝他是不想出来的 ，Cheddar Bear 已经等不及要出来了。他出来了以后，我就把那个便携猫砂盆拿出来了，铺好猫砂，就希望他能够在外面上一下厕所。当然，他也上了他尿了非常大一泡尿。以至于它的屁股和爪子都沾满了尿。我在给它擦的时候，我的手、袖子、衣服上也都是它的尿。如果你要带猫坐飞机长途旅行，就做好这个心理准备，带好湿纸巾。最后我们终于抵达了休斯顿的公寓，我们就简单的打包一下行李，因为我们2个都已经累趴了，把他们的猫砂盆弄好，然后再把他们一些熟悉的东西铺好，这样子他们就可以马上的适应新环境。的确，他们适应的也很快，并没有紧张、生病或者应激，也马上就用上了新的猫砂盆。我之前不是说我带了一小袋他们用过的猫砂吗？我的小技巧就是把这些用过的猫砂混在新猫砂里面，那他们就闻到这个味道，说哦，这个是我的地盘，我的味道，那我就用这个新的猫砂盆，所以他们也没有到现在为止没有乱拉乱尿的情况。那我搬来美国已经3个星期了，总体来说猫咪算是适应的非常好，一切顺利。这个视频也非常的长，这是我录的第3遍，希望对大家有帮助吧，也希望大家不要嫌我啰嗦。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就在下面留言，我也会尽我所能为大家解答的。那这个就是今天的视频啦。如果你要搬家的话，也祝你的旅途一切顺利，不要太紧张。猫咪是适应力很强的动物，所以也不要太担心啦。那就这么多啦。